大家好，欢迎来到会员专享的老吴教你炒美股周末漫谈。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很高兴能够跟会员朋友一起做这个每周日的这个周末漫谈。那么像往常一样，我今天也会拿出禅师的一篇文章，然后选取几个段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一下我今天选的这篇文章，这是禅师的第13课，不带套的操作不是好操作。我不知道很多朋友们，不管你是炒股的年限有多长，比如说你刚入市的，还是说你炒了很长时间的，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需不需要止损呢？对吧？这是很多朋友们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禅论里面儿你去看禅师的原文也好，还是说看其他做禅论解盘的一些朋友，很少提及止损这个事儿？其实，那么在禅师的文章里面儿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这是我截取的他这个文章里面的几段儿我们看一下。首先这个带套儿，这个套儿啊，在缠论里面也好，或者在那个股票里面儿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啊。买入一只股票被套了，对吧？或者说我被套了，我想解套儿，或者我是深套，或者说浅套，这大家都比较明白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不炒股的话，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套儿是什么意思。所以说，那么套了就是说你买入了亏损了，然后那个想解套儿。那么看一下禅师是怎么说的。他说带套有两种，一种是主动，一种是被动。何谓被动带套？就是介入时根本不知道为何介入，在一种盲目的状态下被套了。然后还有一种很错误的理论，认为亏损多少就要止蚀，这个止蚀就是止损的意思。按照这种方法来操作，最终都不可能大成功的。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是这种被动带套的，这种人都是被套所套。就是说，我们好多散户朋友，尤其是一些刚入市的一些朋友，就是说你买股票的时候没有认真去想过你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对吧？你去进入一个标的之前，你可能没有认真的做一些功课，做一些事前的一些准备，感觉啊非常随性，对吧？鼠标一点，然后1秒钟，你这那个买入指令就发过去了，然后就买入了某一只股票，你都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买它，很有可能就是看了一条新闻，觉得这个可能会大涨，或者说某一个朋友跟你分享了一些消息，然后或者说跟你分享了他买入了某一只股票赚钱了，然后哎你也心动了，你也想买了，对吧？其实你并没有想过，你持有这只股票要持有多长时间，然后这只股票的那个它的那个财务怎么样，然后这个股票有没有竞争对手，对吧？你很多的问题都没有时间去想过，只是在一种很盲目的状态下，你就立刻买入了，然后你也不管这个价格如何，对吧？也不管它现在的走势如何，也不管现在这个大的环境如何，就是大的经济面也不去考虑，然后就不想马上拥有它。可能在我最开始炒股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或者说跟很多新入市的很多朋友有类似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一只股票我想买的时候，我就想马上买入它，一开市我就想拥有它，对吧？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朋友有我这种类似的这种感觉或这种心态。那么你在这种盲目的状态下，你买入了，你没有分析，那你被套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禅师说的是从来不存在真正的止蚀问题，只存在股票是否依然在能搞的范围的问题。只有在只有这种意义下才存在止蚀。其实禅师他买入任何一个股票之前，他是有3个维度的。我在之前分享的这个视频中，还有提及的禅师的文章中说过很多次了。它是从3个维度来选择股票的，一个是基本面，一个是技术面，一个是比价关系，对吧？只有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都选好之后，才去看技术面。我们在这个频道里面大多分析的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怎么选择，怎么来做分析，是主要专精于技术面。但是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其实比基本面比那个技术面更重要。你在进入一只股票之前，你一定要去看它的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通过这2个面选出来的票才是你要进去做交易的一个标的，而不是说我单单从
基本面去考虑，单单从技术面去考虑，我现在是不是要买的，或者说是不是要那个卖出，对吧？那么当然了，这又有如果说你操作的标的只是那个股票的话，那么这是需要从3个维度来考虑。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操作的是外汇了，或者说是只是那个标普指数，甚至是大宗商品的话，可能考虑的更多一些。那么或者说更少。比如说你是外汇的话，比如说你只是做美日，或者说那个磅美，你如果说只是做这种那个外汇对儿的话，你可能考虑的像那个大的宏观面儿，因为那种面儿的话，你是很难能分析得清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些在那里货币战争是很难分析的。但是如果说你只从基本面的话，基本上就够了。所以说那个是可能只需要考虑基本面儿。但是如果说我们只是操作股票的话，比如说你是操作英伟达，还是 AMD，还是微软，还是苹果，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另外2个面儿了。基本面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价关系，比价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所谓的比价关系啊，就是行业内的比较。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买英伟达，或者喜欢买 AMD。我之前是分析过 AMD 的这个比价关系的，因为在芯片这个行业的话，或者说这个 AMD 跟英伟达比较的话，那么英伟达肯定是龙头啊，对不对？按照这种比价关系的话，我们是只买龙头的，每一个行业是只买龙头股票、龙头公司，我不买它的那个行业第二的那个公司。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去买那个行业第二呢？那是只有在龙头公司、龙头企业出现衰败的时候，出现衰败迹象的时候，才去，比如说稍微把那个龙头的稍微减一减，然后稍微补一点那个行业第二的那个公司或者企业，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去选择那个行业第二的。如果说龙头没有任何衰败迹象之前的话，我们是不考虑其他的第二、第三那些企业的，对吧？所以说，按照这种比价关系的话，AMD 根本就不在，起码按照我的这种认知的话，AMD 是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的。这个我在之前的解盘中，有很多朋友问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原因，一个理由。那么我们再继续读往下，禅师说什么？只存在股票是否依然能搞的范围内的问题。这个他所谓的能搞的范围内，其实就是从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来考虑能不能搞。只有在这种意义下才存在止蚀，也就是说，你这个股票基本面出问题了，对吧？或者说比价关系出问题了，你这个行业龙头的地位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时候才存在止蚀止损。一个股票的走势从能搞变成不能搞，请注意，站在盈亏的，这是并不意味着操作是失败了。就是在盈亏的角度的话，你可能操作并不失败，因为你是赚钱的，对吧？如果说你只是以盈亏来作为你的是否失败的标准的话，可能是已经大大盈利了。唯一推出的原因只是股票的走势已经不能搞了。在投资市场中，一个最坏的毛病就是根据盈亏进出，而盈亏不是鲜艳的，是根据当下的走势，当下决定的，是被动的。根据盈亏进出，就是根据被动的因素进出，这不是被动带套是什么？所以说呀，这个禅师其实说的，相对来说比我说的更清楚了，但是他的这个一个高度的一个提炼。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上一篇他说的是被动带套，那么这里又说了主动带套。什么叫主动带套呢？何谓主动带套？这里有2层意思。其一呢，介入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特别对于大资金来说，如果不采取主动带套的方法，怎么可能买到足够的货？那种号称从来不带套的，肯定从来没有操作过大资金。就是所谓的那个主动带套，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它资金量非常大，它在一个那个，比如说我给大家画一下，就是说在一个大基金或者巴菲特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那个芒格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大的那个投行机构，这个中枢是这样，我给你画一下中枢的位置，这个红的是中枢的位置。好的，那么对于一个大资金来说，比如说禅师发现了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第2个中枢，那么他在什么位置可以进呢？他可能在这些位置就开始进了，他是持续的买，对吧？你在这个位置买了，
哎，它还要往下坠，它还要往下，还要往下跌，那相当于你在这第一次、第二次买的时候都是一个主动带套的一个过程，对吧？因为你的量能可能他想买的量太大了，你想一下子就在最低点拐点这个位置，或者说非常接近拐点这个位置买够的话，那不太可能啊，因为他卖的人没有那么多的话，你是买不够的。所以说，一般大机构的话，他们是越跌越买。当然了，也不一定非要是在这个位置，他可能在这里就可能就开始慢慢的往里分批进了，对吧？他可能一直下了，一直出，然后上去弹一弹，他可能再减一减，然后下来再继续加。所以说呀，他一般都是在调整的非常充分的时候才开始往里进。那么这是对于机构，他们需要主动带套，因为他不可能买够啊，一次想买不够的话，他必须要分批进，这就是对机构来说是有这种区别的。那么那种号称从来不带套的，肯定是从来没操作过大资金的。但更重要的是，任何的介入都有一个主动的防护加入其中。这个防护就是从一旦变为不能搞，就立刻从买入程序中退出。这个防护的启动是和任何盈亏无关的，只和当下的走势有关。也就是说，你买入进去了，发现这个走势不对劲儿了，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性，从另外两个面儿。因为这些大机构进场的话，他们肯定需要考虑基本面啊、比价关系，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太懂的一些面儿。那么出现问题之后，他们一旦从能搞变成不能搞，那么他就要立刻启动退出程序。你现在虽然说是可能是甚至是亏损的情况下，他们也要退出，对吧？这就是机构跟我们散户有区别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投资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别抱着赌博的心态，企图一次成功。你只要有这种心态的话，最终的结局一定悲惨。这已经被无数事例所验证。为什么要研究符合自己的买卖程序呢？就是因为这是市场风浪中唯一安全的港湾。港湾有时候也会有台风，但不能因为有时候有台风就不要港湾了。我在那个频道里面也好，或在那个我的视频里面说过很多次，就是说，缠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套系统，它能够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你的交易系统。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买卖程序，所谓买卖程序就是交易系统嘛，对吧？每个人都要找到符合自己的一套交易系统。你要定你的交易周期，对吧？对我来说，日线60分钟就是一个好的交易周期。对你来说可能就不合适，你可能就喜欢用日线30分钟，或者说你用1小时15分钟，或者说你用30分钟、5分钟。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合适自己的一套方法、一套理论来才是最好的。所以说，你需要研究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是说这个老师用这个我也用那个，对吧？你不要人云亦云嘛，你一定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合适自己的，才是一个好的一个交易程序。那么还有一点，买入程序的成功率和市场的强度有关。在强的市场里，买入程序的成功率基本都在90%以上，但是在弱的市场里，这个成功率就要低很多了。他这段的意思啊，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你在一个牛市的时候，比如说你逢跌一个大的牛市，比如大的那个市场是那个向上走的，那么你在每一个回调的时候进场的话，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就是你成功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熊市里面，就是所谓牛熊就是上涨下跌嘛。如果说你在一个熊市里面，你去买入它的这个反弹的话，做反弹的话，它有可能这个反弹会非常小。它这个我刚才这个图形上画的可能比较大，但是它可以是这种反弹，对吧？它这个反弹是可以非常小的。你在这个时候买了，然后它反弹非常小，你没有反应过来，它立刻又砸下来了，那么你就很容易被套到里面。所以说，在强的市场里面，买入程序的成功率基本上都在90%以上。所谓强的市场，就是你看你要是做什么，你要是做多的话，你肯定想找在多头强的情况下才进场，对吧？也就是多头强，也就是牛市的强，就是说牛市是大的市场环境的时候，你进场做多的话，每次有回调你做多，那么你的成功率在90%以上。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大的环境是一个熊市状态，你去进场每次有回调做多的话，你可能是买在半山腰了。对吧？有一个小的反弹没出去，然后它又往下跌，又被套在里面了。所以说，这就是大的环境对我们这个操作影响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大势，或者说分析大级别的一个多空强弱的话，就是在这里。如果说大周期，比如说周线、月线都是多头强的情况下，那么在日线上有回调，我就敢去买它的回调，因为大周期是一个多头强的一个状态。那么我如果说在它的小周期有回调的时候，我去买它的回调的话，那么成功率肯定比较高哦，对吧？这就是顺大逆小，我们一直提的什么是顺大逆小？顺大逆小。为什么要顺大逆小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回到我们在每个周日这里做的这个，看一下下一周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首先就是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有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农数据，大家也感觉到了这个非农数据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因为这个美联储这个好多官员呢，虽然说上一周刚刚过去的这周有一个非常强硬的这个官员，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讲话，造成了市场当时一个非常快速的下跌。但是这个官员其实他是没有投票权的，对吧？这些官员呢，很多时候想用他们的力量，或者说想用他们的方法来影响市场。但是啊，我们关心的不是一个官员的讲话，甚至是不是美联储主席的讲话，我们是关心的是市场合力最终的表达。我们只关心合力，现在是认为现在这个合力表达是强的，多头强的，那我们就做多。如果说合力表达是一个偏熊的，是偏空的，那我们就减仓，或者说场外观望，或者说去做空，对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太关注市场。哎呀，今天这个人讲话是怎样怎样，明天那个人讲话又怎样怎样。其实这些都是市场的分力，我们最终关注的是市场合力的表达。那么上一周是这个非农数据，那么下一周的话是这个马上周三4月10号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CPI 数据，然后还有这个美联储这个会议纪要，所以说周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了。那么盘前以及盘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因为它现在还是大家市场还是预期6月份开始降息嘛，但是如果说那个CPI 数据不满足理想的话，不能够持续往下降的话，那么你看它这个现在预期是3.4，之前是3.2，所以说如果说是按照预期是3.4的话，那么肯定那个通胀还是没有去持续下降啊，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 CPI 数据，因为这决定了现在市场预期的6月份这个降息到底能不能够成型。对市场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然后周四还有一个就业数据，然后还有 PPI 数据，反正任何跟就业相关的数据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下周从周五开始，4月12号开始财报季了。每次财报季都是银行这些大银行投行开始打头阵，所以说你发现开始这些投行开始出财报了，你就知道财报季也开始了。所以说从4月12号开始又开始财报了。好的，那么看一下我们在图形上，我们今天要分析什么？就是主要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那么因为嘛，周末嘛，大家其实最多时间还是应该用来休息，所以说我也不想把这个视频弄得非常长。我们刚才已经做过了缠论的一些分享，然后又看了一下经济数据，就是要出来的这些经济数据。那么现在主要就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首先看一下它的大周期。首先在月线周期上，我们看一下这个裸 K。那么裸 K 的话，现在是3月份这个高点啊，这个裸 K 的话，这个数值没有了。这个3月份这个最高点是在5264.85，然后本月这个4月份的最高点是在5263.95，意味着现在这个月线上最高点是在3月份上，所以说它这个两根 K 线呢是一个包含关系。那么在传统理论的话，他们叫一个晕线。所谓的晕线就是一个包含的一个状态，是这种是比如说上一个月比那个上一个月包含了下一个月的这个 K 线，也可以是本月的包含了上一个月的 K 线，这都叫晕线，都是传统理论都管它叫晕线。但是在缠论里面的话，我们是管这种叫有包含关系，对吧？进行包含处理，任何有包含关系的话，我们都需要按照顺序做包含处理。比如说为什么叫按照顺序做包含处理呢？我在这里多说几句。
比如说这种图形的话，你看它这个包含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对吧？那么从这两根 K 线开始有包含关系了，那么你需要包含处理。那么如果说它前期是一个上涨的话，我们把前面也画出来。哎，前面这个是最低点，它开始一个往上涨，对吧？那么这两个 K 线怎么进行包含处理呢？那么因为首先看的是这根 K 线，首先看这根 K 线跟前期比较是涨的还是跌的。那么如果说是比前期高的话，那么意味着新包含处理的之后的 K 线就变成这样。哎，这就是新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然后处理之后的这根 K 线再跟下一根 K 线比较，不是说我这个最后这个 K 线比其他的都高，我就不看其他了，不是的，它是按照顺序一根一根往下来比较的。那么这两根比较完了，我们再往下走，再跟下一根比较，哎，下一根比较没有包含关系，那就无所谓了。然后又到了这根，对吧？这个跟上一根没有包含关系，所以说不用管。然后发现，哎，这两根又有包含关系了，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上一根，也就是这根 K 线比上一根 K 线是高的，对吧？但是这根 K 线比上一根 K 线低了。比如说我给它编上号，这样的话说起来好说。这是1、2、3，那么第二根 K 线比第一根 K 线低，那么第三根 K 线跟第二根 K 线出现了包含关系。你这个时候包含之后的 K 线是什么样的呢？我给画一下，处理之后的 K 线是这样的，看到没有？是取高点取这两根 K 线中比较低的那一个，低点呢取这两根 K 线比较低那个，你发现没有？这是有区别的。然后上面这个，前面这个是这样的，前面这个的我们怎么取的呢？取完之后是这样的，对吧？那么我们取的是高点取它们之中高点那个位置，低点呢是取它们之中高的那个位置，你发现没有？这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唯一的那个准则就是它的前一根 K 线跟它的前一根 K 线比较是高还是低。那么到了最后这根 K 线了，那么到了最后这根 K 线之后，又跟这根2和3组合之后的这根 K 线进行比较，因为2和3组合之后的这根 K 线比这个1这个位置 K 线是低的，那么就意味着新的 K 线变成什么了呢？我把新的 K 线换一个颜色比较出来，那么新的 K 线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发现没有？发现没有？它是有变化的。那么最终的 K 线变成的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它这个虽然说这个高点是在这里，但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它的高点是在这里，它是有区别的。这就是缠论里面的这个比较特殊的这种包含处理之后的一种情况。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你看的多了，做的这个包含处理你之后的话，你就比较清楚了。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自己去练习一下的。那么在这个月线上的话，我们继续看月线上，我把这个价格弄出来。那么现在是有包含处理之后的话，那么等到5月份才有可能出现这个顶分型，对吧？你想出现顶分型的话，你必须要跌破这个包含处理之后的这根 K 线，那么只有出现这种情形，也就是说，这个上一个月这个低点，假设说今天是4月份的最后一天，那么最低点在5146的话，那么只要5月份跌破这个5146.06，就会出现月线的顶分型了。因为任何的转折都必须要有顶分型或者底分型，在没有顶分型之前的话，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里面在月线上有一部分仓位的话，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你就可以继续持仓就完了，对吧？所以说任何的顶分型都需要任何的顶都需要有顶分型出现，在月线上是没有顶分型的。我们看一下从3491到5264这段的内部结构，虽然说它月线上是没有顶分型，但是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能不能够有回调的这种可能性。因为虽然说月线上它这个MACD 给到这个表达还是不错的，你看它的快门线向上冲的还是比较大的，虽然说没有前面这个快门线没有前面的高度高，但是前提是3491到5264内部要够饱满够充分才能够转折。所以说你现在去比较这个 MACD 的话是没有前面高，然后但是柱子的长度，你看柱子的高度并没有比前面明显的弱，这个柱子的高度
和前面这里比的话，并没有明显的收缩，所以说意味着3491到5264这段内部没有结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利用区间套降低周期的原因。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周线，这就是3491到5264的周线。周线上我们也比较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我们看一下。等比例是在4807，也就是针对这个中枢的话，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对吧？等比例是在4807，然后1.618是在这个价格，我看一下是52多少啊？5242.63，5242.63的话是1.618。这个上周啊，这个3月25号这周是在5264.85。基本上是稍微突破了5242，但是本周的话，已经又在这个5242之下了。然后呢，这个周线上也出现了顶分型了。之前呢，你看这里虽然说有过一些回踩，但是没有成为一个顶分型。这里是出现过一次比较明显的一个周线的顶分型的。然后这个位置当时是在这个等比例这个位置出现的这个顶分型，对吧？但是呢，出现顶分型之后，它又被打掉了，变成了一个中继的一个顶分型。那么又现在在1.618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个顶分型了。那么周线上如果说出现顶分型，给到一笔有效的回踩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这个回踩能不能够回到这个周线中枢里面。如果回不来的话，还是一个周线大三买，还可以向上走，对吧？所以说回来并不是坏事儿。你如果说想知道的更精确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它的潜在的这些回踩的位置，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能够到4821、4684，对吧？因为到了这些位置还都是比较浅的回踩，如果说稍微深一点的话，可能要到4547了，那么相对来说比较深了，那可能是一个非常深的回踩，然后一个非常弱的那个反弹，然后可能就走反向了，意味着什么呢？从5264就断开了，那么从3491这个位置的话，这里是月线上的一笔，然后从这个5264，也就是说走月线月线上的反向的一笔，对吧？如果说是真的是能够到0.618这个位置的话，你就知道了，对吧？这些位置给到我们的那个辅助的是多空强弱的一个辅助分析，而不是说它必须要到哪些位置。这个我在解盘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好的，那么同样的原因，我们要看，虽然说这个周线上出现顶分型了，那么能不能够回踩呢？一样的，我们要关注它的内部结构，4103到5264的内部结构，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好的，那么这就是4103到5264的日线，在日线上的话，非常清晰的三段，我们之前也测过等比例的位置在哪儿，5371，对吧？在日线上。这三段的等比例位置是在5371，现在是没到5371，直接出现了一笔回踩，从5264到5146，它是出现了一笔有效的一笔回踩。虽然说你要用缠论那个去看的话，前面这几根 K 线呢，前面这5根 K 线，最后2根 K 线是有包含关系的，这就用到了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包含处理的。那我们这里详细的看一下。这段还挺有意思，我们看一下它这几根 K 线的一个结构。我用这个稍微放大的这个情况来那个分析一下这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我们给它编上号，这是1、2、3、4、5、6。好的，这就是现在从5264跌到5146这6根 K 线。那么它其中4和5啊。4和5是出现包含关系，你发现没有？如果说你从1到5的话，这是5根 K 线，但是如果说4和5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它是发生了变化，因为4是在3之上，看到没有？第4根 K 线是在第3根 K 线上方，就是说4跟3比是高的，那么意味着5跟4。进行包含处理之后的那个 K 线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画一下，发现没有？5跟4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的低点比3高，发现没有？所以说这个最低点呢，
在处理之后反而不是低点了，那么是第6根 K 线的低点才是低点。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所有都取消掉，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裸 K 弄出来。好的，那么意味着它现在画笔的话，其实包含处理是画到第6根才是这一笔的低点，因为5和4，第5根跟第4根是有包含处理的，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这个一种处理方法，或者说你说严格按照定义的话，那么最低点其实是在5257.21，那么前期这个最低点反而因为经过了这个包含处理之后被给过滤掉了，这就是缠论有意思的地方。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回踩都是够笔了，也就是说5264到现在这个5157，我们就说它到5157这里。那么5146的话，我们先不管它，因为是有包含处理的。那么到5157的话，它是形成一笔了。但是我们看从这个4103，4103这是这个起涨点1、2、3、4，只是一个4浪回踩，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4浪回踩啊，你也可以从这个4682这里，你也可以去测一下它这个潜在的这个回踩位置，看一下能不能够到这些可能的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如果不到这些位置，直接转向，那就更强啊，说明多头更强，对吧？但是现在呢，日线上还没有出现这个底分型，就是你想转折的话，都需要有底分型，在底的话都需要底分型，在上面在顶的话都要顶分型。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顶分型到底分型一个转换。那么现在底分型还没有出现，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5264到5157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在周五收盘之后它的那个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好的，我把其他的图形划线稍微清一下，然后把这个拖一下，这是5146那个低点，然后这个5157呢是在周五的时候一个低点，这个5146呢是在周四的一个低点，所以说这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在经过包含处理之后。那么我们只看这个5246，我把这个画图软件好的出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5246这个起跌点，5246起跌点的话，它是一个3段。然后在周四的时候，我其实是做过这个解盘的时候说过，它这个是当时是不被持的。那么因为这个日线上已经回踩成笔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K 这个中枢啊移到左边来。这样的话，我们主要就是分析5264右边的，因为5264右边已经成笔了在日线上，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非同节边分解。左侧是一个3中枢的一个上涨，下面还有一个中枢，它这3个中枢的高低点都没有接触，所以说是3中枢的一个趋势上。那么从5264如果说作为一个分节点的话，我们在周四的话是比较过一个力度的。那么它当时是已经突破了等比例的位置，5177是等比例，它已经跌破了5177了。那么快到这个1.118了，我当时就说了，这个3跟1前面如果说是第一段的话，那么这是第3段，3跟1没有背驰，那么4的反弹我是不做的。针对我个人的话，在我的操作系统里面，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不做4反弹的。即使说他说出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反弹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再强它也会有回调的，对吧？如果说出现这种回调的时候，我还反而去做这个位置，而不是说去赌它会出现这种非常强势的类似这种微转的这种状态，对吧？但是周五的话，它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把这个扩展器这个取消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周五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强的，看到没有？从这个起跌点5256，然后就从这个最低点反弹，已经突到了0.618的这个位置了，对吧？如果说你在周五，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很强的底分型之后，你尝试搏这个反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很多人就是说觉得，哎呀，他觉得不能做，我也不能做，没有这样的。我刚才也说了，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一套操作方法，对吧？我不能做的，并不代表你也不能做。所以说，如果说你当时在周五做了这个反弹的话，那你就知道了，到了0.018的这个位置，那么你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短差呀，对吧？5根 K 线满足了反弹成一笔。
然后还有需要说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从5256跌到5146的话，它是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因为上面这两根 K 线也出现了包含关系。我们把这个裸 K 看一下，就是这两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对吧？那么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只有一根 K 线了吧？那么它只有4根 K 线，所以说它严格定义的话也是不成比的。但是如果说你当成递归一比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因为它是满足5根 K 线的，你首先要满足5根 K 线，这是满足5根 K 线，这是首先你要满足，就是5根 K 线代表的是时间，其实是。那么你满足了5根 K 线之后，这里虽然说包含关系处理变成了1根，那么只有4根，但是你如果用递归的话，是可以当成一笔用的，这就是你实际操作中跟定义有区别的地方。好的，那么我在这里分析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笔的。那么现在就是关键就在哪儿呢？看一下后期，后期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演变呢？我之前也说过，它是用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2种方法。如果说你用同级别分解的话，同级别分解就主要就是中枢。那么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然后前期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也有接触。你看这个低点还有这个低点都跟前面的中枢有接触了，那么意味着这里有一个大中枢了，这是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它如果说以同级别分解的话，那么意味着这变成一个大中枢，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变成进入段了。那么从这里可以离开，往上走，对吧？然后在上面再给你弄出来一个大中枢来，以这种方式，这是第一个，然后这是第2个大中枢，以这种方式来结束它，那就有可能去那个5371，就是在日线上那个等比例的位置，在5371那个位置，以这种方式往上走，对吧？这是利用我刚才说的非同级别分解。sorry，同级别分解就是以中枢为这个中心。那么非同级别分解呢，就是从这个5264断开，左侧3中枢趋势上，然后右侧这是一笔反弹已经成笔了。那么这笔反弹之后，就关注它这里能不能够走日线上第5笔。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进呢？对吧？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时候可以进。那我把这个现在是已经出现3段，但是呢，这个日线的这个第4笔反弹呢，你现在没有办法说它结束。什么时候可以说它结束呢？也就是这样，这笔反弹很弱，这笔反弹很弱，已经够笔了，对吧？然后第2次反弹就比较重要了，回踩就比较重要了。这个回踩的时候，如果说出现一个弱的回踩，那么针对这个低点的话，还是一个2买，然后这个反弹就比较重要了。从这个买点这个反弹，如果说这个很强的话，如果说这是第3笔，前面这里算是第1笔的话，3跟1没有背驰，那么立刻你就可以知道了，这里要走4和5，那么就可以从5146这里断开，也就意味着从5264跌到5146是日线的第4笔回踩，然后从5146从这里走一个5段上涨的话，是日线的第5笔反弹。这是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也就是出现这个3的时候，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知道要走反向了。那么什么时候是说是4还没有结束呢？那我们再推演一下，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出现一个弱的反弹，这是出现一个弱的反弹，然后回踩也是弱的，然后再次的这个3也是弱的，那么意味着这里就有中枢了，这里就有一个反向的一个中枢，也就是从5264这个下跌的一个中枢。那么以这种方式，它在这里其实就是围绕这个小中枢在这震，然后再可以给你打一个离开，让这个中枢更饱满一些，意味着这个中枢有进入段有离开段然后再给你整出一个小三脉来，以这种方式，然后如果说下面再给衍生出来的话，还可以整出2个中枢来，这是第一个，这是第2个，然后再打一个 C 段，以这种方式来构建日线的第4笔回踩，可不可以？可以的，对吧？所以说呀，至于之后怎么演变的话，其实就是在这块儿，其实就是在这块儿的一个后期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要的那个直接是3笔，我们想要的就是这3笔就完事儿了，这3笔就完事儿，就构成了那个日线的第4笔回踩了，那就结束了。对，我们要的是最好的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可以走那个反向了。那么这段反弹一定要强，这段反弹一定要强才有可能出现，立刻就是要走日线第5笔了。
如果说不强的话，在这里磨叽，那在这里肯定要整出一个中枢来，然后再给你走反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日线这个第四笔有没有结束的。你即使结合这个1小时这个1小时这个结构的话，也没有办法判断。我们需要更多的结构出来，只有更多的结构出来，才能够让我们辅助判断现在现在是不是能够走日线第5段了，还是说还是在这个第四段的人磨叽呢，对吧？好的，那么我们做一个总结，看一下这个指数。首先，月线上最后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那么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想要出现月线的顶分型的话，还要再等1个月，也就是5月份才有可能出现月线顶分型。所以说，在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的话，我们不需要担忧它有任何的下跌。那么再看一下从3491到5264这段内部结构，从3491，这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周线的中枢，有进入段有离开段然后我们也比较过进入段跟离开段的力度，没有背驰，但是已经到了比较关键的1.618的位置，也就是5242，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周线上已经出现顶分型了，这也是已经是第2次出现这个周线顶分型了。前期在这里是出现过，出现的这个位置是在等比例的位置，现在是在1.618这个位置出现顶分型。那么我们就关注出现顶分型之后能不能给到一笔回踩，回来的话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周线大中枢的话，还是一个周线大300，还可以上去，对吧？那我们再关注的下一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4103到5264这段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内部够不够饱满，出现这个周线顶分型之后能不能够回踩，还是说还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还能够继续往上涨一涨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的内部结构，因为所有的走势都是从小周期演变成大周期的，所以说你必须要结合多周期来分析，这样的话你的分析才是一个全面的，才是一个立体的。那么在日线的话，从这个起涨点4103已经是3段了，然后出现这个等比例是在5371，但是没到5371就直接出现一笔回踩了，这笔回踩是有效的。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是判断这个回踩是不是要延续，对吧？是不是要延续，还是说这里就直接能拐头？你每个人想要现在进场的话，你就要分析它是要延续呢，还是要拐头？你如果说做多的话，它如果说是一个下跌延续的话，那么你立刻就亏钱了，你立刻就被套了，对吧？如果说你是做空的话，它如果说是一个下跌延续的话，那你是赚钱的。所以说我们其实你赚的钱就是市场延续的钱，你做多市场延续那个向多的话，那你就赚钱。那你如果说市场现在是延续是一个多的那个迹象的话，那你做空，那你就是亏钱，就是这么点事儿。就是我们赚的钱就是延续的钱，说白了。那么现在就是关注是向下延续，还是说能够向下结束了，可以转折向上了。那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分析更小周期的5264到5146。那么在1小时周期上，我们如果说是2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同级别分解，这里形成一个大中枢了，形成大中枢之后，它可以继续向上演变，在上面再给你整出这个大中枢来，然后出现一个 C 段离开，结束这个上涨，这是利用同级别分解，就是利用中枢。那么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就是利用这个非同级别分解，就是从5264这里断开，5264左侧是一个3中枢上涨，3中枢的一个趋势上。那么从5264右边的话，现在是只有3笔，不能说只有3笔，是只有4笔，这笔反弹也成笔。虽然说这个第3笔啊，它是严格按照定义是不够笔，但是可以当笔用，所以说是一个4笔了，现在已经。那么什么情况下能够给到我们进场做多的更好的迹象？就是首先它回踩这一笔不能强，它最好是不要跌破5146。那么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做一个2买的，也就是1小时上这个位置可以尝试做2买。至于它之后是一个强和弱，那是之后的事儿，对吧？在当下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做多的。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个强的，那立刻就要恭喜你了，因为它是第3段，跟这个第1段没有背驰的话，那么立刻就可以可能出现5段的一个走势。至于之后会不会在这里整出中枢之后再往上演变，那是之后的事儿。起码到这个3这段的话出现之后，你就可以，对吧？你就可以偷着乐了，因为你是赚钱的，后面
即使有4回踩的话，还可以继续往上走，这是出现强的一种状态。那么还有一种弱的状态，就是这是哎这个2买我们不是做了吗？然后它给你出现一个等比例的反弹，也就是这是1，然后这是2，然后这是3，一和三出现一个等比例的，那么立刻这里又有一个1小时的反向中枢了，就可以走反向，对吧？那么这个3这段也是可以做，出现弱的时候你就跑出来就完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中枢暂定的画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5164反弹这笔已经成笔了嘛，我们可以中枢已经暂定在这里了。如果说按照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因为虽然说这个为什么说是暂定呢？因为这段啊反弹还不能说它结束，因为这个新的一笔还没有生成呢，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你就不能说前面这笔死去了，所以说只能说是暂定在这个位置。好的，那么的话，周末的话我也不想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